天我们讲这个藏漏，然后我们把这个大的这个构图都给大家有一个大的框架之后，然后我会再细致的跟大家讲怎么样去藏漏，怎么样去取舍，怎么样去布设。这到之后的课程里都会讲这个理论知识，放到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所以这个课程很全面，内容很丰富。然后我们今天就分享构图之藏漏。首先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出支。上次讲了这个出支的这个三线穿插，那么我们今天就实战，我们真正画支的时候，画出真正的支，我们怎么去穿插，好不好？我们画这个枝干有两种方式去画这个写意的时候，你可以画得很随意，很粗犷，就是一笔画完。假如说我们画这个枝干，一笔画完怎么画？我们笔洗干净了，洗干净之后笔尖蘸浓墨，然后开始起笔。起笔我们要有一些顿笔，然后偶尔要快。这里可以分一下叉。假如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支，这个就是基本上一笔成一个支，偶尔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再带一下，再添一下，然后添几个点，这样子就是一笔画成一个支。我们这个支要注意什么？要注意它的什么变化？龙，这里要有龙，颜色上这个墨色上要有这个龙，还要有什么？这一块是不是淡一些？淡，这一块是什么？枯，龙淡枯的变化。然后在这个形态上呢，在这个姿态上呢，这里是不是曲的？有曲有直，那这一块是不是稍微直一些？我的枝干我总结下来就是这5要素啊，只要你画出这个5要素，你这个枝干就成立了，就是要有这个龙淡枯。其实真正要严格来讲是有这个龙淡干湿枯，干湿，那其实干的话跟这个枯还是很相似的。干湿的话就是水分很多很多，那么在画那个大写意的时候才会用的会更多那个湿笔。我们画这个小写意可能就很少用到这个很湿的这种笔法，所以我这种牡丹花，我总结的5要素就是这个5要素，大家记住这5要素，就是一个龙淡枯，还有这个曲直这个变化。这个是画这个小写意这个枝干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什么方式？还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画得很仔细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笔把它画完了，是不是？我们一笔就把它画完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我们画这个枝干怎么画？我们可以画仔细一点，就是画粗的时候，画那个枝干特别粗的时候，那特别粗的时候可以先画这个枝干的节，里面不是有很多这个节吗？那个树它就已经长成了树了，长成树是不是很多节？我们要画出这种节的这种感觉，这种有大节有小节这种节我们有大有小，这种各种。先画着这个树的一个节，我们要画一个大枝干。假如说我们在画这个牡丹，一个非常老的这个枝干，非常老的这个枝干，我们就画出这种有节的。然后我们这样子，这一棵树，在这里出一个枝，然后我们这样子是个勾线勾出来的。我们勾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要注意这个树干的。我们先画了再讲哈。这里蹭，然后用蹭的笔法，也要用到蹭的笔法。那这里也可以有一些龙的，我们只画一节做一个讲解，只画一节出来。那这里又可以画一个节，这个节就有大小的圆。那这样子撑出来一个树，
我们要注意什么？这个像不像一个树根，一个老的？我现在讲的时候，我就放大了一些，就把它这个树根就是放大一些，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假如这是我们的牡丹的一个树根，其实树的画法都是一样的哈，只是我们差不多，不论说完全一样的差不多。假如说我们要把它画一个石榴，那么它就加上石榴就是石榴树，加上其他的就是加上这个像上面画上牡丹，那这个就是一个老根了，就是比较老的那个牡丹，不是有牡丹树嘛，是吧？有牡丹那个树，我们这样子画出这种结的，因为这个树它破了之后，它就会有一个结。它不像我们人的皮肤，它受伤了它会长好，但是这个树的话它都不会长好，所以说树上是很多这个结的。那我们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注意你看这些地方它是很浓的，是不是？那我们这边要留一些白，不能说全部整条树都是黑的，中间我们可以这样子用一些淡墨来去覆盖一下。用一些淡墨来处理一下，这样子这个画面这个树它更有体积感，是不是更加有体积感？那像这个树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假如说我们这一边我们很齐，我们这边很齐，就是要变化，我们一直说的变化。那我们这边的这个边缘我们就要画的有这种很不齐的，有很多变化的，这两边要有不一样。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假如说我们这一块它很浓，那我们有一些地方我们要留一些白，这样子整个树感它才会有变化。虽然说我这个因为画树画的比较少哈，给大家讲这种方法和关系，就是我们要有浓的地方，也要有这种留白的地方，还要有这种这一边我们很直，那么这边我们就要画的有一些这种参差不齐的这种感觉，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画的时候要有变化。好，那这两种形式哈，就是我们画的时候，这个树根就是老枝干就有这两种画法，但是我们最常用的还是这第一种哈，这个是第一种，这个是第二种。我们最常用的还是这第一种，因为我们画这个写意的。其实如果说我们要画那种大幅的牡丹，很大幅的，如果说很多这个老枝干的，可能就要用到这一种，可能就会用到这一种。但是我们目前画这种小幅的，可能都用不上这种要放大幅的，你很去表现这个枝干的时候，树枝还有这个树的时候才会去画这一种。好，那么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出枝。出枝我们上次讲了举了这么多例子哈，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些例子挑一些出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3线掺扎的这个枝怎么出的，好不好？就比如说这第一个图，我们先出这第一个图的枝，好不好？那我们还是画一个画面，我们还是框一个画面去画，更加就是具体一些。还是来框一个画面，我们还是一样的，笔上要蘸这个浓墨，要蘸一点这个浓墨。我们出的时候，我们来对照着第一个图形这里先出一个主枝，我们从这里出。这个主枝上也是有开叉的。来一笔，我们一共没有画的不是很完整，这里还可以，这个枝还可以这样子去处理一下，去加一些。出一个主枝，然后我们要出一个副枝啊。这一支副枝我们可以从这里，它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掺插的，我们可以怎么出？我们可以离得远一点点。这样子掺插进来，当然这些地方还是要有小枝，有一些小枝衬托。这些地方都可以画一些小枝，我们主要的三条枝，这个第一条主枝，第二条副枝，第三条这个掺插过来的这个枝，掺插的枝，这个3条枝我们可以这么画。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什么变化？这个枝干要有浓的，有淡的，还有枯的。
然后三线穿插，很多地方还可以三线穿插。你看这个3个主枝是三线穿插，那我们在这里出了一个枝，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出一个，又破一个，那这里又有一个小的三线穿插，是吧？你看这个地方，哎，穿插，那我们这里又可以再把这里又设一个三线穿插，那就是无数个三线穿插，你可以无数个一直延伸，无数个三线穿插，无数个三线穿插，然后我们讲的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这么生出来的啊，就是这么生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出这个枝，好不好？龙蛋枯缺枝，对，三生万物，三生万物就是还可以出三线穿插，以三线穿插这种方式，你还可以继续延伸很多这个副的枝。我们主枝干还是在这里嘛，主枝干这个主线、副线还有这个穿插的这个线，主线还是在这里，但是我们主线外面这些小枝，我们还可以有无数个像这样子的三线穿插，那些都是副的小的。然后我们再画一个例子啊。好，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一个例子这一个例子往上面出，上面下来的，我们可以一样的哈，我们这些都是要避开这个中线的，避开中线，不管出枝还有落笔，我们都要避开这个中线。好，我们从这里来出。好，我们这个枝这么出来了，这个是一个主枝，然后一个副枝，一个副枝。那么这我们要分组，有这个疏密关系。刚刚这一组是这2枝在一起，这一枝在一起，它们中间产生了一个疏密。那么这一枝我们可以把这2枝放在一起，让它们产生一个疏密。这样子穿插过来。当然我们像这个主枝，如果主枝显得有点小的不够突出的话，我们可以把主枝加大一点。然后这些枝上还可以继续穿插，继续有很多这个副枝。那这里过来，那继续长枝条。这里长了，这上面还可以继续穿插，三线穿插，无数个三线穿插，继续出枝，继续出，这样子穿插，这个又形成一个三线穿插。那这里出来，然后这里再长一个过来，穿插过来，这又是一个三线穿插，是不是？又可以无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直可以生，一直可以生。你看这里出一个，然后这边还可以再出一个。是不是一直可以穿插，还可以长很多这个小枝，这个副枝出来，大家明白吗？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藏漏，好不好？这个上次讲了这个出枝，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个枝怎么出来的。既然出枝，我们上一次直播只是讲这个出枝的这种形式，我们今天就是实际上给大家讲了这个形式是怎么样去把它表达出来的。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接着上一次的这个构图理论，讲一下藏漏、开合。其实藏漏隐显还有开合，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意思是相同的。比如说藏的话，它就是这个隐藏。藏其实它跟这个隐跟这个合它是一样的意思，反之开就是露或者是显，显现出来，露出来啊，这个是一样的意思。这个藏呢，藏有两种形式的藏，一种是异藏。一种是什么？一种是隐藏。藏漏，藏漏虚实，它只是虚实，它不是一个大标题哈。我们今天是讲藏漏，
我们之前讲了这个取舍和宾主，今天就讲藏漏。然后藏是有2种藏，一个是意藏，一个是景藏。意藏是什么呢？意藏就是用我们的这种思想意来去隐藏一些景色，使漏的这个使我们漏出来这种物象感觉更加丰富，更加有变化。比如说山水画里面，釉画中你可以有的时候画一片云，那可以隐掉一座山。或者是画一些飞鸟，不是有一些山水中画一些飞鸟，用这些飞鸟也可以隐去一片山，就让人联想到这个后面的风光。哎呀，后面还有无限的风光，是不是？还有无限的风光，在我们画牡丹中也是一样。我们画牡丹的时候，我们画一个太浮石，画一个石头，那我们可以隐藏，就石头后面肯定藏了一片的牡丹花，是不是？一片的牡丹花，那就让大家想象，无限的想象，哇，这个石头后面还有很多很漂亮的牡丹花，是不是？从而达到一种这种艺术的效果。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不是有一个那个唱戏的嘛，唱戏剧，他也用了一种意藏。那个扮演将军的时候，他背后是不是插了很多旗？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插那么多旗吗？他插了那么多旗不是为了好看，你看他插了很多旗，他出来了，然后那个鼓一敲起来，他一走出来，那种就很有气势，就让人感觉到他背后有这个千军万马，是不是有这种气势？这是不是很绝？这也是一种意藏，理解吗？理解意藏吗？然后我们讲这个景藏，我们一样的举一下例子哈。景藏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一幅画画了好多牡丹花哈，画这么多牡丹花，这么多牡丹花，我们的牡丹花这里是不是可以画一排这个鸭子啊？画一排鸭子。那画一排鸭子，我们可以画2个，然后有半只在这里，画一个半只在这里，可不可以？可以是吧？可以画这个半只是吧？那这个半只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了，很多，可能这后面有一排，有一群，是不是让我们想象这里好像有一群呢？就是半只，这个半只是不是很妙？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这有一群无限的想象，有一群鸭子在这里，有很多鸭子，是不是？这个是景藏的意思，景藏啊。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画一幅画啊，这个是说我们的牡丹。假如说我们画一幅这个人为景观的画，然后这里画了很多房子啊，很多那种很豪华的房子，很豪华的这个房子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些树，还有一些树啊，各种各样的树。然后这个房子前面有个大，就像那个别墅那前面是不是有个花园，很大的花园？这里搭了一个台，这里一个花园，然后这里还有一些景色，有一些水啊，有一些什么的。那如果这里画一些人在这里，在这里奏乐，就是吹笛子呀，拉琴呐，干嘛的？可能我这里就画了3、4个人，4、5个人，只画了这几个人。那这幅画面我们看到这只是这几个人，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联想到这个，在看他们几个人这个表演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个很多这个男女，很多听众，他们没有露面，完全没有露面，是不是？看这幅画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些人他就在其中。这就是画家在创作构思构图中的一些巧妙，明白吗？这样子讲这个景漏、景藏，这样子能明白吗？我感觉我讲的很通俗易懂啊。
所以说今天这个就是给你们讲的这个异常和紧藏这两个就是藏漏，意思就是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藏漏。其实藏就是漏哈，其实我们只要讲藏，漏就不需要讲了，因为其实我们讲藏漏其实就是讲藏，是不是？就是讲藏，因为藏也是为了衬托这个漏，所以讲藏漏的时候我们只要讲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这个构图其实真正要深究的话还是挺难的，所以大家前期学的时候还是要多临摹。临摹有三种方式，一个是对临，应该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啊，对临一个是背临，一个是意临。那对临是什么？对临就是照着这个画一边看一边画，那就是就是对临。背临就是经过欣赏揣摩，然后把它背下来去画，这个是背临。那意临是什么？意临是把这个范本你要读懂它，然后加入自己的思想，加入自己的想法，这个就叫意临。所以前面都是要临的，前期咱们作画的时候都是要临，没有人说一开始就可以自己构图构得很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基础知识就分享到这里。